无论是报告、提案还是教学，简报的设计都决定了你的第一印象。这期影片我会分享给你5个 Canva 实用的简报技巧，来帮助你做出又快又漂亮的投影片。Hello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以及分享给你一些实用的工具，像是 Canva。如果你想要更快的提升内容还有流量，一定要记得订阅频道。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模糊转场。那比如说现在我添加一张图片。那假如说呢，我想要在简报展示的时候介绍我一个团队，然后呢，我想要在这图片上面去加上一个文字。那我加上文字之后呢，我可以把它变大，然后呢，我可以给它加粗。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我的背景太复杂了，然后我的文字呢就不是很突出。我可以尝试改变一个颜色，把它变成白色。那你可以看到呢，这样呢还是不足以去突出这个文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模糊转场了。我先把这图片全部删掉。我们需要做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背景先变成黑色。我选了它背景颜色，然后变黑色。接着呢，我要加入这张图片，然后呢把它放大，然后呢再复制这个页面，按住 Command 加 C， 然后呢 Command 加 V， 就复制了第二页面。接着呢，我需要把第二页的这张图片呢变成模糊的，选择编辑，然后呢找到这个模糊化。这边可以选择整张图片，然后调整模糊强度，你就可以看到呢，我这图片就变得模糊了。接着呢，我就可以加入文字了，选择文字，然后呢，选择新增方块，可以把它变大、加粗。然后我需要再做一步呢，就是把这个模糊的图片呢，调整它的透明度，你可以看到，调整到大概60的数值。然后这个文字呢，要把它变成白色。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呢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个效果呢，就是加上一个文字的阴影，这边呢加入一个文字的阴影，然后呢调节阴影的颜色，把它变成黑色，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呢就更加突出了。可以给这个阴影加入一些模糊化，让它更柔一些。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呢就非常突出了。然后我们需要在这2个页面之间呢加入一个转场，把你的滑鼠放到2个页面中间。然后呢，选择这个新增转场，这边我建议大家选这个溶解。现在呢，我就添加了转场了，然后选择右上角的展示简报，这是第一页，然后呢，这是第2页，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呢就有一个模糊转场了。在你展示简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我们有全面的团队做支持，这样呢就能够让你的简报变得更加生动，并且你的听众呢能够知道你现在要讲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灯箱效果，就是呢，在你点击图片或者影片的时候，它的画面会变暗，并且呢，中央会弹出一个放大的预览框，就像是灯箱聚焦一样。那我可以选择先加入一张地图的图片，比如说我要加入这张图片。那很多人如果说不知道我今天要展示的这个灯箱效果的话呢，比如说要特地指向非洲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选择元素，然后呢给它加入箭头。比如说呢，它就会有个箭头去指向非洲，这样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做到更好。我首先呢要再复制这张地图，按住 Command 加 C， 再按住 Command 加 V。现在呢我就有2张的地图了，然后呢要让它重叠，完全的重叠。接着呢再复制这一页 ，Command 加 C，Command 加 V。这个就是第2页了。然后第2页呢，我们对于这个上面的这张地图呢，要进行裁切，但是要记住呢，要保持和底下这个地图呢是完全重合的。双击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裁切了，裁到只剩下非洲，然后呢选完成。现在你可以看到呢，还是同样的地图，但是呢这边呢只剩下非洲了。然后后面的这个完整地图呢，可以选择去调节它透明度，把它调低一些。然后为了效果更好呢，让整体更暗的话呢，这底下的背景把它调节成这个黑色，把它挪回去。接着呢，再把这个后面的地图背景再调暗一些，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页的画面呢，就完全就是把这个非洲的地区把它提亮了，就有一个灯箱的效果了。然后还是一样，在这中间呢加入转场，选这个溶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非洲。然后呢，就有个这样的效果，让大家知道这里就是非洲。那接下来呢，我要展示给大家一个技巧，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个研讨会，我们要展示简报，那你最好呢能够在研讨会一开始的时候去告诉你的观众，今天的研讨会它的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个时间线的操作，在这边我选了元素，然后呢我搜索时间线，这里面呢就有很多关于时间线的图像了。那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然后把它拉长。
那这边呢，我就做一些文字上面的修改。我的这一页呢，就是告诉大家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它的一个整个流程。然后呢，在这边我去把这些文字呢，去附在这时间线上面。我首先会讲到什么是设计思维，然后接着呢讲到基本原理，接着呢是实际运用，然后呢会推荐工具。这样的时间线展示呢，是能够让你的观众非常清晰的知道你这整个研讨会或者你整个的简报展示会是什么样结构的，会讲到哪些内容。那这里第一个内容呢，我讲的就是什么是设计思维，接着我就开始讲到了什么是设计思维具体的内容。所以呢，这两个页面是有联系的。然后呢，我介绍给大家一个转场，把你滑鼠移动到这中间，然后选这个新增转场。在这边有一个比对并移动，你选择它。当你两个页面里面有相同元素的时候呢，它就会寻找的方式把这两个元素连接在一起。我这两个页面里面呢都有什么是设计思维，以及呢这两个三角形，所以呢它会采取某个形式去把这些元素连接在一起。然后我可以调节它的长度，比如说让它变得更短一些。接着呢，我选择展示简报，这里呢展示的是时间线。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是设计思维，从刚才的小字变大了。然后这两个三角形呢也有个动画，可以再看一次。你可以看到就有一个这样的效果。接下来一个技巧呢，就是你在制作简报的时候呢，是能够加上备注的。你可以来到左下角这边有个备注选项，这边呢你可以为每一页的简报呢去加入备注。这个呢就是我对于这一页的一个备注了。然后在你做展示简报的时候呢，你可以为每一页呢都加上相关的备注。我使用 Canva 去做简报的时候呢，一定会用到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真的能够去提醒我在讲解每一页的时候呢，需要讲到的点，不会遗漏掉某些东西。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简报者检视画面，它呢就会有两个视窗。这个呢是观众视窗，观众视窗呢只会看到你简报里面的内容。然后呢，这个呢就是简报者的视窗，简报者视窗呢就会多一些内容了。这个视窗呢，只有你作为简报展示者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内容，同时右边呢就是你的备注，你可以选择这个签名标志，在这边呢增加你的备注。你想调节这个备注的字体大小也是可以的。这个功能非常推荐大家在做简报展示的时候呢去使用。接下来一个技巧呢，就是和简报展示相关了。我们在制作好简报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想去看一下整体效果，你可以选择右上角展示简报，全荧幕显示的话呢，它就是这样子的。也可以选择底下这个标志，以全荧幕显示。那也会进入到同样的画面。这边还有一个网格检视，能够让你以这样的形式呢去看到你简报里面的所有页面。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你可以选择展示简报，然后呢以简报者检视画面进行展示，这样呢就会出现两个窗口。这个呢就是你作为简报展示者能够看到的窗口，你可以看到你备注，然后在这上面呢你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你可以在页面上面进行绘制。这样呢，你就可以在这画面上面进行随意的绘制了。你可以切换成不同的笔，然后呢变成不同的颜色。想要擦掉呢，可以选择它橡皮擦，就可以擦掉了。接着呢，就是这个便利快捷键，比如说我按住键盘上面的 B， 它就让整个画面变模糊了；按住 O 就有泡泡了；按住 U 就是一个谢幕的状态；按住 M 就是放下麦克风。这边呢还可以加上倒计时器。比如说你想要在展示的中间呢，去让观众做一些小的测试，你可以为它进行倒计时，或者说你中间有休息，那也可以呢去加入倒计时器。还有一个呢，就是分享遥控器，这个特别适合于你在线下做简报展示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去扫描这二维码，然后你手机上面呢就有一个控制器了，你就可以切换简报的每个页面了，然后呢，你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操作，像是刚才这些效果，你都是能够在你的手机上面进行操作的。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Canva， 并且获得 Canva Pro 的30天免费试用。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教程，你可以点击播放列表。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这部影片点赞，一定要记得对我频道追踪 IG。那么下期片见，拜拜。